就在前方，蓝色清真寺就是遥遥相对。11:25啊，终于到了伊斯坦布尔了。蛮折腾的，本来12个钟头变成14个钟头，我也不懂到哪里去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哇，整个巴士热到好像是桑拿这样。哦，好了，终于搭那个地下铁来到它的城市。好了，从地铁出来了，然后要去转搭 tram 吧。真的是整个买票的境况真的是糟了一塌糊涂，真的是。或者是可能是太饿了吧，可能饿了脑筋就想不到，就一边走一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。接着又坐一辆巴士。我在车上就是给这片好美丽的海给吸引了，导致我错过我下巴士的时间。好了，结果得倒回走。现在去走我的宿舍啊，真美。现在我要倒走25分钟。天哪！我就是看到这个海，就是看到我整个给忘记了下车。现在就沿着这个海滨线吧，就是也不算是海滨，不过就是沿着那个，这应该是 Bosphorus Sea 的边缘慢慢走。那个桥应该是横跨亚欧的吧？因为 GPS 的关系，哎呀，到处就是走上又走下，然后结果原来我已经到了我的宿舍了。这就是我伊斯坦布尔的宿舍。它其实是离那个Hagia Sophia是蛮近的，就是这里我的宿舍。现在走在Hagia Sophia跟蓝色清真寺的范围内，他们就是在面对面。这就是 Hagia Sophia。在历史上，它先是拜占庭的一个教堂，然后就奥特曼帝国就把它改成回教堂，然后又几经波折，然后呢改成现在在这之前是改成一个博物院，然后呢最近土耳其政府就把它改成为清真寺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吧。当然给穿的体面一点，这里毕竟是一个宗教的地方。哇，这就是拜占庭的风格。已经是到6点了，还是这样多游客。找个地方把鞋放进去吧。这里没有。OK， 几千年了，那个大理石都已经被压的。来看看，这就是Hagia Sophia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15年前他在做整修呀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了。好了，进去正中心看一看。好，很美的灯饰。我们去主要的那个殿堂看一下。他们也有 stained glass 的，这就是阿拉，据说是
最大的阿拉伯字，中间就是给那些信徒拜的。现在改成回教堂之后呢，他就把那个以前那个圣母像给遮了。啊，真的是很不同。上次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整个阿耶索菲亚都给遮住了，现在可以看到它的真正的模样，很美很美，它的灯饰。啊，看看多厚的门。刚离开阿耶索菲亚，我们现在前往蓝色清真寺。蓝色清真寺，这里也是有一个6个回教尖塔的清真寺。现在轮到蓝色清真寺来做一个大装修，怪不得里里外外都没有人了。自古以来，蓝色清真寺在我背后，跟这个阿耶索菲亚两个就是相比，谁是比较大，谁比较豪华，就是有这种比较的滋味在历史上。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柱子，其实历史典故我都忘了。而这个呢是罗马帝国以前从那里搬来的一个罗马的那个神殿的柱子。在蓝色清真寺也有这一个埃及的obelisk 这个是我本身这个是我人生第一个埃及的 obelisk 的柱子，第一次看过，就是在15年前，然后之后就掀起了我对埃及的兴趣。它就在那个柱子跟那个罗马的那个神殿的柱子的旁边，就是这。这个海尼帕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古奥特曼帝国的公园。这个滑一次应该是赌一次吧。这就是整个公园很美，真的。我尤其最喜欢这个水池，真的很不错，很干干净净。我个人相比之下比较喜欢走这些公园 ，rather than 那些在外面的那些商店啊、店铺啊这些。哇！如果没有听到那些 heron 叫，哇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原来在上面已经筑了巢了。这里就是他们的老街的步行街，就是很多 shops 都在这边。不过这里得当心这些 trams 走过，不要给他们撞到。看多危险，可能在后面会有一辆，还是闪到旁边吧。Bosporus 海的晚霞，对面就是新城，大线就在对面，这就是Rospasi， 这里有很多游轮穿梭于对岸跟彼岸。在日落之前把这个荧幕给录下来，这就是那个桥。这是桥的另外一边，这些观光船，还有这些桥下面的食品行业。这是他们的大排档。
过我今天就不吃了他们的大排档了，我去吃比较对我来说比较 familiar 的，就是 Burger King。我突然间想到，我想喝他们的 milkshake， 好像逛年货市场这样。有这些枣子、豆豆，还有这叫 Turkish Delights， 叫做 Olive。不知道这一家的 Kunafe 好吃吗？来叫一个来试试看。啊，终于等到我的 Kunafe 了。有那种椰丝的味道，啊，不过不是椰子，不错吃，不过觉得有点太干了。